大家好，欢迎来到 K 线西欧战法频道。我们首先看一下外围市场道琼斯工业指数。那道指呢，这轮行情已经非常明显出现了一个下跌趋势。这轮下跌趋势，我们看到是一轮日线级别下跌细由构成的，由悟空阴线、八间阴线、沙僧阴线组合唐僧阴线构成。那么一轮日线级别下跌细由完成之后，到这个位置上已经到达了我们非常重要的均线系统144均线和169均线这个支撑位。所以呢，在昨天在底部的这个位置上出现了一个十字星，那这个十字星呢，有可能出现一定的反弹。根据我们 K 线西欧战法时间级别切换、方向切换呢，日线级别下跌西欧完成之后，有可能出现4小时级别到日线级别反弹4小时级别到小日线级别反弹因为这个时间级别是由大的时间级别是下跌，那小的时间级别会出现小日线到4小时级别反弹，特别是在这个均线系统附近。那这轮如果出现反弹之后不跌破下方的32500点这个关键的点位那么比特币的行情、美股的行情都会出现一定的缓和趋势我们认为这轮行情的主要下跌的因素呢是美国有非常强烈的加息预期。那在这种情况下美股出现了一定回调但是呢，我认为它的加息幅度从今年开始是逐渐减缓的，因此呢，在这个非常关键的169均线的这个位置上出现反弹的概率还是比较大的。那么我们重点要关注周五晚间和周四晚间最近2天的一个行情非常关键的点位，这个反弹的位置有可能会在这里出现转机有可能会在这里出现。那比特币的这轮趋势呢，仍然没有完全走完。首先我们看日线级别上第一轮日线级别上涨细由分别突破了144均线、169均线和位于$19500的一个从去年6到9月份的一个压力位。多重压力位突破之后，完成了第一轮日线级别上涨细由，然后1月20同步了美股出现了一个大涨。这个大涨的行情，我认为这根 K 线呢是新的一轮上涨细由当中的一个悟空阳线。有了悟空阳线之后，后面所有的震荡呢都可以归结为8阶阳线组。那么8阶阳线目前走势就非常复杂，所以呢，我们把时间级别调整到4小时级别。在4小时级别当中可以看到波峰连线、波谷连线构成了一个收敛三角形，白色的这个收敛三角形在经过焦点的这个位置上接近焦点的这个位置上发生了下跌和反弹来回的缠绕之后行情通过了焦点，通过焦点之后，目前仍然有波峰连线通过焦点之后的一个支撑线。它在这里面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同时呢，这轮震荡也可以用矩形结构画出来。上边线呢是位于$25,000，$25,000我们看到形成了一个平头哥，非常难以突破之后回踩回踩之后呢，这个矩形结构在后面的行情当中，我认为会形成红色线上边线是红色线，下边线我也调成红色线这2个线构成了一个拉长时间距离的一个收敛三角。那我们知道老话常说横有多长，纵有多高，横有多长，竖有多高。那么如果行情经历了这样的调整和震荡之后呢，我认为多头仍然会继续为什么在这里仍然坚持多头呢？行情在这里出现了一定的调整幅度，我们看最大是大概接近10个点这里为什么还坚持多头呢？原因是刚才我们提到的日线级别上有第一轮日线级别上涨细由，第二轮日线级别上涨细由的悟空阳线没有被完全跌破。这种情况下呢，8阶阳线组走了非常震荡，但是呢仍然有机会走出日线级别的沙僧阳线和唐僧阳线，最终通过合并 K 线把时间周期调整到周线级别。可以看到周线级别的悟空阳线、8阶阳线，那周线级别就有可能完成一轮上涨细由，最终呢到达目标点位28000点。那么这轮行情以太坊的表现以太坊对比特币的这个位置在0.067附近构成了一个支撑位这个支撑位是从21年5月份波峰连线连过来之后通过焦点之后形成了一个位于0.067附近的支撑。这个支撑位的存在是非常久远的所以呢它的支撑效果非常明显。在这里形成之后在这个位置形成支撑之后，我们看到日线级别上有悟空阳线出现了8阶阳线组，沙僧阳线就有可能完成一轮日线级别上涨细由，最终呢带动以太坊强势于比特币的一轮行情。回到以太坊本身的价格 ，ETH 对 USDT，
在这个交易对上啊，非常明显可以看到同步了比特币的行情，做出了一个高位的收敛动作啊。它的第一轮上涨息由同步了比特币，第二轮上涨息由我们看到啊，1月14日这根阳线啊是第二轮日线级别上涨息由的悟空阳线，八节阳起组走势和比特币非常类似，也是非常复杂，那么形成了一个矩形的结构。在这个矩形结构当中内嵌了一个波峰连线、波波谷连线，构成了收敛三角形。只要在这个收敛三角形运行当中啊，在这个区间运行，就有可能迸发这个多头行情。我们看啊，目前的一个震荡区域主要是围绕1650到1550这样的一个区间啊做震荡。那么震荡之后就有可能发动啊日线级别的第二轮日线级别上涨息由，最终完成周线级别的上涨，目标点位$2000不变。AGIX 是我们前天晚间给会员频道啊，也就是 VIP 的一个会员票。那么它的一个结构呢，我们看到啊，它是刚上线币安的一个非常次新的一个币种。底部形成一个箱体结构啊，在这个箱体结构运行结束之后，我们可以看到啊，刚才我们提到的就是这种啊，一个箱体结构当中会内嵌一个波峰连线、波谷连线构成的收敛三角形，接近焦点的这个位置容易发生变盘。我们看到啊，它的变盘方向是趋于多头方向啊，最终呢完成了突破箱体结构向上的一个结构。然后呢，我们把时间级别调整到4小时级别，在4小时级别上，我们可以看到非常明显的一个大阳线，这根大阳线可以当做是4小时级别的一个悟空阳线。但是这个阳线走了之后，后面紧跟着一个阴线做回补动作，回补动作完成之后，行情继续上涨啊，在上涨完成之后，我认为它会经历啊同等时间级别的一个对称性的调整，最终呢，它会完成对行情大涨之后的一个第二轮的回补动作。我们知道，空头方向的回补啊，一段行情下跌过程当中的回补是向多头方向运行。那么我们看到它在上涨区域当中的啊这个大阳线的回补呢，是通过下跌来运行的啊。那么这样的回补完成之后，反复回补之后呢，会形成一个，我认为会形成一个方向偏上的一个收敛三角。因此呢，目前对于 AGIX 是可以进行关注的啊，是可以进行关注的。这种币种存在一个特征，就是啊，超级主力在上线币安平台之后，拥有市场当中最大的资金和最大的筹码啊，它的货是最多的，它的钱也是最多的，因此呢，往往容易出现一个推动行情持续向上的一个走势啊。这个和股票不一样的是啊，虚拟货币在上线 CeFi 交易所之后啊，超级主力直接就会得到啊市场当中最大的流量啊，得到最多的资金。那么股票市场呢，它往往通过吸索、拉洗、采样、套杀啊一系列的操盘过程，才会得以形成一段行情，形成一段趋势。就拿比特币和以太坊来说啊，也要经历这种过程，才会形成牛熊的更替。但是次新币种上线 CeFi 交易所之后啊，超级主力呢，往往拥有资金和筹码两方面的优势啊，因此呢，往往做出推动行情上涨，然后再下跌绞杀的直接省略了吸索这两个步骤的非常直接的一个过程啊，因此呢，行情当中很多这种情况，次新币种往往有一段大幅拉升啊，特别是在上线 CeFi 之后，开盘就会有一段拉升啊，很多。情况下我们是可以做这种行情的，特别是受市场关注度高的板块啊，比如说 AR 板块、VR 板块、香港板块啊，这些热点板块当中的次新币种是可以进行关注啊。回到我们非常重点推荐的最近大概有半个月一直重点推荐的是关注一下香港板块当中的龙头 CFX 因为目前为止它的上涨动力是最强的，虽然它的总量有50亿流通有20几亿，但是呢，我认为市场当中真正在散户手里面的筹码并不多，原因是它的第一轮行情直接就是一路下跌回来的。21年4月份上线币安之后，一路开始下跌，下跌的最大幅度接近99%啊，98.81%，接近99%，巨幅下跌之后，开启了一轮成交量非常旺盛的行情。那么我们可以看到日线级别上目前正在走第二轮日线级别上涨息优这轮日线级别上涨息优由悟空阳线、八节阳线组、沙僧阳线和唐僧阳线构成日线级别上涨息优完成之后做的调整非常凶狠下跌幅度呢接近50个点但是它的这个
走势呢非常类似于前面行情当中第一轮上涨之后，它的调整也是非常巨大的啊。这两轮结构完全类似，非常类似，可以作为参考。第一轮下跌幅度43%，那么第二轮的回调幅度高位到这个低点啊，目前是49%啊。两轮调整过后，我们看到啊，结构都非常类似。首先呢，都形成了一个收敛三角形，并且呢，这两个收敛三角形构成了一个平行结构。我们知道下跌过程当中会形成平行结构，那么在上涨过程当中，我认为它也非常容易形成平行结构啊，并且呢，我们目前看的是4小时，你把时间级别切到小日线级别上，会看到什么呢？在小日线级别上啊，这个位置它发生突破的这个位置是5日均线、10日均线上穿了140均线和169均线。注意，我们看的是小日线级别。那在这个位置上突破之前，围绕144均线形成的这个压力位，反复经历了24小时的震荡啊，我们可以测量一下，从这个接近这个144均线的这个位置到突破啊，接近了24个小时，一天的震荡之后发动了突破。那么我们当前的这个位置上，也是目前的小日线级别5日均线、10日均线已经接近了144均线、169均线，围绕这个144均线黄色的这个线正在开始震荡。目前为止，它的震荡周期呢已经达到了1天06个小时啊。那么在这个位置上啊，我们看到了波峰连线、波谷连线构成的收敛三角形接近焦点这个位置上发动了突破。那么这个突破是真突破还是假突破，没有人能知道。但是超级主力在这个位置上必然做出了一个多头趋势上啊有这种可能性的一个预先的一个动作。因此呢，昨天上涨幅度啊，从底部这个位置到高点啊，我们昨天说了啊，已经达到了30%啊，大幅上涨之后，我认为多头是由多头生发出来的，空头是由空头生发出来的啊。这一点呢，在我 K 线西游战法这本书里面也讲过。那么在这个位置啊，焦点变盘位啊，小日线级别的5日均线、10日均线正在上穿144均线、169均线，那么目前重要的压力位就在0.23到0.24这个区间。如果这个位置能够发生突破的话，我认为它将开始一轮新的行情啊。那么目前呢，日本板块本身也是在香港板块国有公链这个位置上啊，因此呢，对于 CFX 未来我认为还有机会，还有表现的机会。同时呢，可以把时间级别调整到周线级别，可以看到周线级别的悟空阳线走出来了，八线阳线走出来了，那么周线级别上就有可能走出一轮周线级别上涨形，目标点位0.7。那么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非常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和鼓励啊！希望大家能够给我个一键3连，感谢大家，再见。